Agent 创世纪为您讲解额顶叶网络的时间相对论。这是一项来自 Nature 子刊的重磅研究。研究采用万级神经元成像同步记录数千神经元，他们还构建了双子循环神经网络模型，即 WinRN。额顶叶网络在计时中呈现同步与独立的平衡，这种平衡既不是绝对同步，也不是完全独立。证据来自介观双光子概成像与硅基模型复现，该成果为理解大脑内置时钟提供了全新框架。同步与独立两种模式的切换是高效计时的关键。大脑计时面临共用时钟或独立计时两种极端，绝对同步让系统高度稳定，但多任务时僵化崩溃，完全异步则高度灵活，却会导致整体协作失效。生命体究竟如何在这两个极端之间自由切换？大脑必须在稳定与灵活间取得理想平衡，因此它需要在同步与独立之间灵活切换。这正是神经科学家致力于解答的核心问题。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，需要更深入的研究。研究锁定了两个关键脑区，即 M2 与 PPC。M2 即次级运动皮层，主导运动规划与行动准备。PPC 即后顶叶皮层，负责感觉历史更新与工作记忆。这两个脑区都位于小鼠大脑背侧区域，背侧位置提供极佳的光学观测条件，它们都处理秒级时间信息并维持工作记忆。因此 M2 与 PPC 是探究动态网络的完美舞台，这为后续大规模神经记录实验奠定了基础。介观双光子概成像系统能同步记录数千个神经元，这套设备名为 Diesel-2P， 是研究团队的核心成像装备。它同时锁定 M2 与 PPC 皮质区域的第二层和第三层神经元，这两层神经元参与时间信息处理与工作记忆。系统借助双光子激发实现高分辨率成像，激光穿过脑组织捕捉大量神经元的概信号，这让科学家能够实时观察跨脑区的时间编码。它是破解额顶叶网络运作机制的关键装备。科学家设计了一项交替时间任务，小鼠需要面对6秒和12秒的奖励间隔，这两种间隔随机交替出现，没有固定顺序。小鼠无法依赖单一的节拍器来预测奖励，大脑必须根据上一次的等待时间更新内部状态，这迫使额顶叶网络持续计算流逝的时间。任务机制剔除了外部计时线索的干扰，它检验了大脑动态计时的真实能力。训练初期的小鼠只在6秒时疯狂舔水，这反映了本能的节拍依赖。训练后期，小鼠克制住6秒的冲动，它在11秒到12秒才迎来舔水高峰。两条曲线对比鲜明且规律明确，小鼠成功建立了内部的计时沙漏。额顶叶网络能够动态计算逝去的时间，这种计时能力依赖于任务训练与内部更新。M2 与 PPC 的神经元像接力赛一样依次亮起，形成时间瀑布。无论6秒还是12秒任务，神经元都沿时间轴顺序激活。两脑区在单细胞层面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，每个神经元在特定时间点贡献一小段活动窗口，数千个神经元的活动精确填满了整个时间段。这证明时间编码依靠群体的有序接力而非单细胞。这一现象展示了分布式活动如何刻画流逝的时间。这种时间瀑布是额顶叶网络秒级计时的细胞基础。科学家将神经元高维活动降维到低维空间，在 M2 与 PPC 区域，时间流动均形成完整18秒闭环。这个闭环由无数彩色发光粒子组成，它清晰表明神经群体活动编码了连续时间。无论6秒还是12秒任务，这个闭环都能完整覆盖。这直接证明 M2 与 PPC 共享同一套连续时间地图，时间不再是离散节拍，而是一个平滑流动的环。这种降维分析揭示了时间表征的宏观结构。科学家发现，大脑计时有2种截然不同的误差模式。同步误差，即 M2 和 PPC 同时快或慢相同秒数，它们被同一个错误的中央时钟所误导。独立误差是只有 M2 或 PPC 单独出错，他们各自看错了自己的独立秒表。这两种误差揭示了跨脑区协作的不同状态，区分它们是理解动态平衡机制的关键步骤。科学家通过误差分析证实了2种误差模式并存。独立误差比例约 30% 到 40%， 高于同步。同步误差的比例仅 15% 到 20%， 约少一半。独立与同步的误差比率是2:1。独立主导大脑既非完全同步，也非完全异步，而是折中。
它倾向于让脑区各自独立，但保留同步可能，这样既保持了灵活性，又兼顾了整体协调。独立误差允许各脑区自主计时，适应多变任务；同步误差则确保跨区协作不因独立而失序。M2 与 PPC 如何实现既同步又独立的信息交换？科学家推测两者共享一个降维的通信子空间，通过典型相关分析 CCA 来识别这个隐秘通道。该子空间被划分为独立信息与共享信息通道。独立通道允许各脑区保留自身的计时节奏，共享通道则负责跨区域对其时间表征。这种架构解释了误差中独立与同步并存的比例。拨开子空间便能揭示跨脑区互动的底层机制。科学家利用 CIRP 分析技术拆解通信子空间，行为信息如舔水动作占据前2个主通道，这些通道信号极强，相当于主干道。时间信息如脑内读秒则分散在小通道中，它们位于第5、第6甚至更靠后的微弱成分里。这种分布让行为信号不会干扰时间计算。时间信息隐藏在低幅度的分散通道中，大脑借此并行处理不同优先级的信号。行为信号占据前2个主成分，信号集中且方差大。时间信号分散在第5到第6甚至更后的成分中，前者如同霸占大喇叭全网广播，后者则像多条专线窃窃私语。这种双轨制设计让大脑能并行处理不同优先级的信号，重要而瞬时的行动指令走主干道，避免延迟。持续稳定的时间计算分散在弱通道里，免受干扰。两者共用通信子空间却互不冲突，这正是额顶叶网络高效计时的底层逻辑。科学家构建双子循环神经网络做终极测试。这个双子网络剥离了所有复杂的生物细节，它仅使用最基础的循环电路逻辑，目标就是复刻大脑半独立半同步的奇妙状态。这是对额顶叶网络机制的最终考验。模型能否成功将揭示核心的计时原理。若模型成功，简单规则足以产生复杂行为，这为理解大脑动态平衡提供了关键证据。Twin-RN 的架构极简，只包含3个关键设定。2个网络之间的跨区连接概率仅为1/1000，它们共同沐浴在全局性的低频背景噪音中。每个网络内部采用黄金兴奋与抑制比例，这种极稀疏的连接避免了全连接的冗余。共享噪声则模拟了大脑的生物化学波动，兴奋与抑制比例保证了网络的动态稳定性。正是这些极简参数为复现生物计时奠定了基础。双子 RN 成功复现小鼠大脑的计时行为，它完美再现了独立误差与同步误差2:1的比例，真实数据与模拟热图的高度相似支撑结论。模型仅靠极稀疏连接与共享噪声复现该比例，模型甚至自主学会把时间信息藏入小通道。这种隐藏机制帮助抵抗干扰并保持计时稳定。极简电路足以复刻生物大脑的精妙动态平衡，这揭示了稀疏网络在分布式计算中的潜力。科学家提出了 DLIC 框架，用以解释独立误差的来源。DLIC 是双局部里亚普诺夫指数对比的缩写，它计算局部收敛与同步收敛2种恢复速度的差值。局部收敛指系统受干扰后找回自身节奏的能力，同步收敛指系统强制对齐对面脑区的步调。两者差值德尔塔兰姆达的大小决定了误差类型。独立误差在局部收敛快于同步收敛时出现，这揭示了大脑计时中2种恢复力的博弈机制。大脑的计时机制依赖2种相反力量的拉锯平衡。稀疏的跨区连接像一根根细线，将对方拉回正轨。这种连接促使2个脑区趋向同步与共鸣。共享的全局噪音则冲散彼此的步调，它促使每块区域独立找回自己的节奏。前者促进同步与共鸣，后者推动完全独立。微弱的跨区连接与巨大的环境噪音形成对抗。正是这场拉锯战塑造了绝妙的动态时间感。训练中噪声方向的里亚普诺夫指数快速下降，该指数跌向负数，代表响应迅速衰减。同时，网络输出方向逐渐与噪声维度正交。正交意味着大脑学会屏蔽生物化学干扰，它能在嘈杂风暴中充耳不闻，守住时间读秒。这是进化赋予网络的巧妙抗噪能力。稀疏连接与全局噪声虽强，训练让网络忽略，最终大脑实现鲁棒时间感知，抵抗内部噪声。空间导航依赖海马体网络的强耦合与高同步。
海马体对坐标精准要求不允许自由度乱套。时间感知由额顶叶网络负责，且高度宽容独立。时间没有绝对起点，需要根据事件灵活计时。两种网络拓扑完全因任务需求而被精准雕琢，强耦合带来稳定性，而独立结构带来灵活性。生命体在不同计算任务间寻得最佳平衡。这种分化展示了神经网络的演化适应能力。当前人工智能系统依赖密集高功耗连接维持同步，大脑使用极稀疏连接与共享噪声实现灵活计时。这种策略能否迁移到人工智能领域呢？研究表明，构建鲁棒系统不需要全连接，只需极稀疏的通信带宽和共享环境波动，就能让分布式多核智能体集群自主协作。这为低功耗高抗干扰 AI 设计提供新思路。当然，具体实现还需考虑任务与噪声特性。大脑跨脑区时间计算展现半独立半同步量子叠加态，其机制是极稀疏跨区连接与全局噪声的完美抗衡。稀疏连接向拉力拉回同步，共享噪声向推力促使独立，两种力量持续拉锯，实现稳定与灵活的动态平衡。进化已将时间秘密写进了1/1000突触连接里。这一发现启示复杂系统无需全连接也能高效协作。未来可借鉴该机制构建鲁棒的分布式人工智能集群。需注意当前结论基于小鼠模型及交替时间任务。推广到人类或其他感知模态时，需更多验证与适配。